我这里还有2个位置，大家如果下面1楼没有位置了，可以出门左转，那里有个楼梯可以上2楼坐啊，可以上2楼。所以陈老师的讲座要早点才能抢下面。各位现场以及直播间的同学、读者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人文讲坛。这是我们春节后的第2场讲座。作为一个业余的报幕人，我每次上台都很紧张。今天呢，还带一点小兴奋，我心扑通扑通的在跳。因为我们的大豪老师终于为我们邀请到了尊敬的我们深圳受奖。乐松老师在去年，在这个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学以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在全网叫做疯狂的流传，可能我们很多的读者朋友有听过，深受鼓舞和触动。所以呢，我们今天能够在现场面对面的听到乐松老师的授奖，何尝不是一种小幸运呢？所以是会有点小激动的。那么在讲座正式开始之前，请允许我简短的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乐松老师。老师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现任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老师潜心早期道家思想、中古道教、两汉思想史等教研数十年，出版专著有《身体》、《故事与神秘主义》、《单玄与陈居》、唐宋道教思想社会研究等4部，发表中英文论文数十篇，并曾多次获北京大学的教学成果、特等奖、大成国学奖、教授等等。我就介绍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听老师今天的授奖了。好，让我们热烈掌声，有请开出党同志。感谢各位啊，这个周日的晚上跑来听一个实际上没什么用的讲座，那么其实大华老师让我来讲这个讲座的时候，实际上我并没有想好要讲什么，但是今天中午我跟大华老师在吃饭的时候还跟他讲说，可能学界是有一些老师是他不管他吩咐什么我都必须做的，大华老师呢是其中之一啊，所以呢他吩咐我来做讲座呢，我就是必须来。所以我就其实是比较临时想到一个题目，叫师父与官反啊，中国古典精神中的另一个侧面
而且我相信呢，在座的和在线上的愿意听这个讲座的朋友，或者是同学们呢，应该是对于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至少有兴趣，而且有一些阅读的基础啊。所以呢，我的讲座过程里面呢，尽量的这个不去掉书袋就是我们尽量的避免那种专业性的枯燥啊，讨论一些这个看起来比较接近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问题啊。那么我之所以用到这个词呢，实际上一讲到负和反，我知道各位一定会想到一个我想干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是吧？那么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些题目哈，就是一个讨论的要点。第一个呢，就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讲中国古典精神的另一个侧面。那第二个呢，我就要讲这个学界的一些陈说和日常生活中的实感。然后第三个呢，我要讲的是负和反啊，在思维或者思考的不同层面上，如何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基本特色，特别是早期思想。然后呢，再接下来呢，我想讲一个负的思维，从方法到态度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是吧？我大概会讲到1小时40分钟左右啊。中间呢，如果各位有任何事情要接电话呀，或者要做什么事情，你们就随时离开，没有关系的啊。那当然了，就是说，因为这个讲的过程里面，其实1小时40分钟坐在这里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所以如果你不适应长时间坐着的话，你要站起来转2圈也没关系，只是不要到这里转就好了啊，其他都没问题，好吧？啊，那么首先呢，我就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我选这样的一个题目，或者我想讲什么东西啊。我相信你们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说我讲为道家一辩，对吧？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呢，做中国古典精神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讨论这个所谓的儒家作为中国思想的主流哈，无论是修养人格也好，还是伦理生活也好，甚至是包括以这个宇宙论为中心的儒家的形而上学，一直到宋明理学对于形而上学的重构，张载啊、窦敦一样哈。那么我们一般会认为呢，中国人的传统精神生活中间呢，实际上这个儒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流或者主干啊。那么要讲负和反啊，讲师父和官反的话，那么你就一定是想为道家哲学一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负和反这两个出处显然就是《道德经》的42章和25章以及40章出来的，是吧？《道德经》40章里面说“反者道之动”嘛，弱者道之用，是吧？那么《道德经》第25章里面说这个大曰是，是曰远，远曰反啊。那么这个《道德经》的这个第42章里面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对不起，我这个中间的这个句点这个打多了啊。万物负阴而抱阳，充其为和。那么这个负和反的来源就在这里。所以第一反应呢，你一定是说啊，这是要为道家一辩。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如果讲中国古典精神的一个侧面的话，实际上你要强调的是，好像似乎有另一个侧面，或者是有2个侧面和1个正面。这样的话，你才会说另一个侧面嘛，对吗？就从日常语言的表述方式来说，你当然会这么想的，就有一个正面，有一个侧面，然后有另一个侧面。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古典世界，我们讲它的精神传统的时候，我们喜欢用儒释道三教去做一个比照。但是早期中国思想呢，在魏晋之前，你很难说佛教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吧？不能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呢，东汉中期以后，我们才看到大规模的佛经的汉译。佛教的基本观念和基本表述方式才进入中国。那么到了魏晋时期呢，从格义佛教，然后从鸠摩罗什从这个康正会这些非常重要的这个佛教易经学者呢，我们才看到了佛教的经典世界长什么样子。所以在此之前呢，其实呢，这个法家墨家，实际上所谓道术为天下列的这些百家们，实际上体现了中国思想的不同的样貌。但是这样的不同的样貌或者侧面正面的表述呢，这一方面是想强调整个中国古典精神在思想意义上组成的复杂，
或者说它的丰富。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我们这些靠学术研究混饭吃的人总是要说明我是做什么研究的你比如说我自己的自我介绍里一定要说我是做这个道家哲学研究的或者道教研究的，那就意味着呢你的专业就是做道家和道教你大概说是不能说你大概不能说我这个我做道家哲学研究，然后我在学校里开的都是四书经读儒家原著选读大概是不能这样的，对吧？你做道教研究，你不能开佛教课因为呢这算呛行啊，同行呢才是真正的天生的冤家，是吧？你不能把人家的课上了，所以你只能说上自己的课。所以呢，你做研究的时候总要找出一个我研究的主题。那么我说我的研究主题是道家，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所谓的分派，就是出现了所谓的界限。但是对于古典世界中的一个中国人而言，他的精神生活中间有这么清晰的划分吗？未必，或者说肯定没有，对吧？因为他不需要靠这混饭吃他不需要贴上一个标签，贴上一个职业标签，说我是儒家还是我是道家，他不需要这样子。那么在精神生活的世界里面，这些都是古典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知识人，他们拥有的精神资源。所以我们说为道家一辩呢，实际上你不如说尝试从另一个侧面讲出中国古典精神的复杂性和这个复杂性所代表的一种浑然的可贯穿的思维方式，如何塑造了中国古典精神的那个样貌。我想尝试说明，这个师父与官反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并不是专属于道家。当然，我接下来可能你在整个 PPT 看到的 quotation 或者说引文，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道家的庄子和老子这个文本。但是从思想意义上来说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并不是完全来自于道家的，因为呢，对于道家或者是儒家或者不同的家而言，它像是什么？它像是中国古典的精神世界的一个超市，就是各取所需百家兼容。你知道，我们说你去一个超市的时候，你大概率不会说，你这个我是要买一包盐的，然后你居然在这里卖洗发水，这是不对的，这没有吧？因为你在不同的时间点，你在不同的环境下，你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下，你需要不同的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之间并没有孰对孰错的这个思路。如果说儒家教我们每一个人做的正确的方式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话，那么道家教我们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知其所止以复观之，对吧？万物皆反，这样的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正是因为不同视角的交织，才让中国人的古典精神显得丰富而成熟。所以这两个方法并没有对错的问题，所以我在解题的意义上必须跟大家说清楚，我们要讲的是浑然中的分判，要通过某一个视角重新理解中国传统的精神世界或者是精神生活，然后再重新的去理解这个浑然的精神世界长什么样子那么我这样去讲的时候呢，实际上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在不同的看世界的视角之间的交织和转换。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面对它？我用的这两个词呢，叫自坚与自济，这看起来好像是一回事儿，对吧？但是呢，从语义上来讲，自坚主要是强调区别，自济主要是强调联系和一贯性，对吧？我们说天人之际，那么实际上就是讲天人之间还是有联系的嘛，对吧？那么我们讲天人之间或者你我之间，这个时候我们讲的实际上就是人和你和我之间是有差别的。你看庄子的那7篇里面有一篇叫《人间世》，对不对？那为什么不叫人世间的呢？对吧？人间世实际上指的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嘛，对不对？如果人和人之间没有差别的话，那我们怎么会形成一个人世间呢？就人和人如都是一样的，就不会成为人世间的嘛，对不对？那么就不会有人和人之间的张力和矛盾以及合作和冲突，那么就不会成为人世间。所以之间和之际呢，是在分判
和连接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所以呢，正负和往返，我讲负和反嘛，那么正负和往返之间呢，实际上是看世界的视角的交织和转换。比如说，我举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是大概20-30年前，对吧？20-30年前我进入本科的时候，我进入北大来读书的时候，那么哲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呢？哲学就是一个让我的家长会很担心以后找不到工作的学科，对吧？当然了，现在仍然是这样的一个学科啊。但是那个30年前、31年前，啊，我考北大的时候，我当时想报的是法学院。那个时候的95年的时候的法学院是最红火的文科专业，对吧？那么今天的法学院我不知道是不是还那么红火，至少应该不像95年那么红火了。现在你只要不会人工智能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是这样吗？30年以后还是这样吗？我不知道，我不敢确定。我把这个话往前推一步，就是在时间和社会的变化中，每一个当下确定的结论，在长时段看起来可能都是一个短暂的而且片面的判断。这我能不能讲清楚？所以呢，从正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当下的判断显然是根据我们现在的认知出现的。但是呢，只要放一个新的时段，换一个新的视角，可能就是负。我把这个话换一个视角讲，当年如果考上了北大法学院，那么我同时要跟100多位我的同学一样，当然肯定比我优秀的同学竞争了啊。那么我只要上了哲学系呢，我们班总共27个人。知道吗？就是你只要跟那27个人竞争就好，对不对？是我们这个行，你当律师当到天花板的话，那绝对是财富自由啊。但是你知道，任何一种财富自由就意味着很大的风险，对不对？那我们当老师呢，当到天花板，他也就是穷的看起来体面一点，对吧？也就是说，你天花板，你的高线和人家的底线是基本上接在一起的。你想明白这个逻辑以后呢，你就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坏，对吧？但是呢，我到我这个年岁，我还能不能去羡慕那些干得很好的律师呢？你显然不能啊，对吧？我只能去羡慕那些在我的学界前辈还能做出更好的学术工作的那样的一些前辈了那是还我能做到的事儿。我们在正和负之间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换的。你只要换一个视角去看，你就发现什么叫好，什么叫坏。那往返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回到1945年去看这个美国的国力的话，那么你再看今天的美国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就是一个循环，这就是一个盛衰的循环，对吗？所以我想尝试说明呢，就是看世界这个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受到我们的视野和我们生命的不同的阶段以及我们生命的有限性来限制的。那么不同的视角呢，实际上并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分，它有些时候它只是你更全面或者更深刻，并不是没有什么好坏而言，对吧？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儒道实际上是一致的，就是说。儒道和这个如果作为中国哲学的这个指向而言的话，那么我们把它和西方哲学做一个对应。那么其实儒道呢是把这个人置身于天地之间的，而西方哲学呢是要将人放在一个天地的旁观者的角度，甚至放在自己的旁观者的角度去思考天地和人以及万物。那么要不然的话，你就不会想到笛卡尔那种表述方式，你知道吧？就是我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认知的最后的根基？就是我在怀疑这件事情，不能再怀疑，这件事情显得特别诡异。你要跟中国人讲的话，中国人觉得非常奇怪。中国人对于天地的存在和万物的已经在的那个已经存在的一个状态是十分笃定的。对于天地之间不断流转的万物的那个流转的过程，他也是十分笃定的。他不会怀疑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不发生没有这个问题。对于天地之间的那个不断流转，甚至是始终超越我们认知的那个天地之道，我们是有笃定的认识的，或者说我们有笃定的信念，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就是在那里的。
问题是我们如何将自己有效的置身于天地之间。所以在儒道的那里，我们之所以要不断的换视角去看世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相信天地之大，远远的超越了每一个个体的认知能力和他的认知界限。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换角度去看世界，没有一个角度是能够包藏万物的，没有一个角度是能够毫无遗漏的能够将世界这个纤毫毕现的掌控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认知体系里的，对吗？那如果这个世界纤毫毕现了，它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的科学，或者是我们获得了西方的关于知识的认识方式的话，那么如果人和万物以及专属于物理化学和数学作为底层结构的这个世界，以纤毫毕现的方式将它的知识穷尽了，并且最终都呈现在我们面前了，那么它最终的结果将是人和人之为人的那个本质的最终消失。比如说，如果我们能将自己的情绪和认知过程完全还原成物理化学过程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依照一个复杂的计算程序成为博中之脑。大家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博中之脑的话，你大概看过 Matrix 就是给你制造一个完全虚拟的这个实感世界，让你活在一个完全虚拟的实感世界里。这个时候你不知道什么叫真，什么叫假，你是完全被操控的，因为你的情绪、认知、感受都可以被以物理化学的方式，通过生物碳基的方式来刺激，最终你实际上是可以被制造的。那么人之为人的那个本质就没了。人之为人的那个核心本质是什么？是人的不可控性。这个不可控里面有两种东西是不可控的。其实我们至今为止都搞不清楚我们是怎么一点一滴的形成我们自己的认知的。第二点呢，是我们至今为止可能每一个人活到，OK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活到我们生命的尽头可能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就是情绪来的那一下子，你完全不能说我靠理性来控制一下，不可能，对吧？这两件事情实际上是人的这个人之为人的那个存在他在一个认识的黑箱里面，这个黑箱的存在对于西方认知来说是一个必须征服的难题，所以我们现在才看到了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就是我们要造出跟人的智能差不多的人工智能这个想法从根子上来说，就是要重新复制一下，所以才会引发真正的混乱或者是恐慌，说我们有一天可能被人工智能控制或者统治了这样在我看来，这是来自于一种极度的认知上的乐观主义或者是这是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因为我们如果真的达成了，那我们就把人消灭了。所以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我们讲儒道之际的话，那么儒道两家呢，在接纳天地或者接纳整个世界的这个方式上都是一样的，就是首先以高度的信念感去肯认天地和天地之道围绕以天地之道为基础的天地万物的运行和人侧身于其中的那个自我的界限和边界感，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所以儒家，你看儒家讲的那个核心的问题，实际上他总是讲什么？他总不会说我给你一个标准化的这个规范，然后让你成为一个圣人。而且你看孟子也好，孔子也好，他们是不会说自己是个圣人的。你去查孟子说的每一句话，他从来不会说我是个圣人不可能。因为人呢，总是要什么切磋琢磨的。人的自我修养是没有尽头的，只有到你生命结束的那一刻，你的自我修养才结束，是吗？所以安乐哲老师说，如果说我们西方人说人类说 human being 的话，那么安乐哲老师说中国人说的人类就是 human becoming， 就是我即将成为的那个人。对吧？我是 becoming， 我是不断的成为我自己的，所以儒家才会说成己不疑，对吧？
不断的成为自己嘛，或者是成为那个更好的那个更有精神境界的那个自己。所以接纳天地的方式呢，实际上是依赖着自我理解的边界感和自我存在的边界感。只有这种自我存在的边界感，才会让人们意识到什么叫超越日常，但是又在日常之中，就是继凡而胜，对吧？儒家所说的不朽，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看到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和精神自我修养所呈现出来的那个精神状态和他的行为的果决，让每一个人或者在他生命的以后的每一代人都能够从中获得伦理和道德以及精神生活意义上的动力。这个就是所谓的不朽，要不然哪来的万世师表？就是他永远都是你的老师啊！我们中国人啊，只要接受过中国的最普通的国民教育，没有人说我的人生信条，或者说我的行为规范，或者我道德修养中间没有受到孔子的影响，这是不可能的，对吧？如果你的确做到了，那真的很奇怪哈。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做到的，对吧？但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所以我想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去讨论这个。儒道是连贯的或者贯通的地方在哪里？第二方面呢，我想跟大家谈一谈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要去看古典中国世界那个看世界的方法，就是我们为什么仍然要回过头去看古典世界的中国是如何看世界的？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从生命经验的意义上来说呢，我们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为什么？我相信我们以代际的方式绵延，并且不失变化的，让我们的生命经验从古典延续到了当下。而且呢，由于过往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文化经验和社会结构的断裂，造成了我们在精神意义上很难以绵延的方式延续古典的生命经验，对吧？古典意义上来说，我们绝大多数人应该都是具足而居的，活在一个俗人社会里，并且通过农耕的方式保持生活节奏的高度稳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间呢，古典的伦理教化和它的道德规范是在日常生活中是有实体实感的。但是在现在呢，我们其实因为社会结构的断裂而造成生命经验的善变或者是变迁，这样的变迁并不会完全打断生命经验的绵延，而且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精神生活的困境，实际上是跟古典并没有本质变化的。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一个时代的变化或者时代的持续变化会让每一代人面对完全不同的当下挑战，但是回到作为生命中间最根本的一些问题，实际上2000年以来都没有怎么变过。比如说，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如何才是过一种善的生活？如何在道德意义上不产生自我的亏欠感？我们如何知道这个生活本身是充满着意义？我们为什么要承担某些责任？关键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做出自我牺牲？这些问题实际上两三千年以来，从柏拉图，从老子，我们一直这么问自己。所以我的同事李某老师才经常说这个哲学家从不关注最急迫的问题，我们永远关注最根本的问题。但是呢，哲学家的麻烦之处在于，就是说我再帮他补一句，是吧？我们从不解决根本问题，我们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依照时代的需求，再重新表述这些问题，就是我们重新再去说一下这个问题，对吧？那么关于师父与官反呢，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陈说和就是学界的有很多陈说了我这里其实就是随意的抓一点过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所谓的父的方法和道家思维中国的对于古典的这个学者而言，特别是对于中国思想有深刻研究的学者而言呢，对道家进行一个定性的表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思想工作的侧面。牟福里先生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汉学家了牟福里先生说，中国人通于其他民族的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知识不积的心灵道家就是其一。他的意思就是说，道家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负责了中国人的想象力
和那种飘逸的心灵。这个说法呢，当然做道家研究人都很喜欢了，对吧？但是我仍然认为啊，所谓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飘逸的心灵，在儒家中间也并不是不存在。儒家呢，实际上你看到他在追求那种伦理规范的时候，其实抱着一种强烈的自我牺牲的浪漫主义气息，对吧？你看到那种你看到那种无论是无论是像海瑞啊，或者是你看到方孝孺你看到这个文天祥啊，你看到这样的一些人，你包括你看到陆秀夫啊，他们这些人这个慷慨赴死的时候甚至是这个死亡都不能吓住他们的时候，这些人实际上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和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在我看来，满足了我们在不同的时代对于人性美好的想象力，对吗？我觉得你看这个，我不知道，我觉得以我有限的历史阅读我觉得，sorry，我觉得方孝孺可能不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政治家，但是他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儒生，对吗？他用他自己的决绝，和牺牲呢，让这个一代民族一辈子都活在他的道德阴影里。你说有没有用？其实没有什么用。但是他所坚持的那个价值和价值观背后的那个伦理规范和伦理意义上所坚持的人性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必须去感知或者是认同的，对吗？当然了，蒙夫里先生这么说的时候，是因为他说中国古代语言的多义性和概念的灵活，使得语义既暧昧幽会又启迪不断这个意思是啥？就是我不好好说话，让你自己体会一下。对不对你看，就要说不好好说话的话，那么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老子是不好好说话的，是吧？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就明显是不好好说话到底是啥，对吧？两头堵的说话是特别不合适，对吧？那庄子呢，更不好好说话了。这种不好好说话呢，实际上是要干嘛？实际上是要不断的用语言来彰显语言的边界。就是我的唯一表达方式，或者是能够留存下来的可以刻画的语言方式、表达方式，实际上就是语言，所以我只能用语言来彰显语言的边界，我说不清，对吗？那么同样的，他讲周易也是一样他说呢，他的语言读起来飘忽，实则是对心智深处的玄妙意识，它既不简单也不乏味。这意思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总有一些东西是细微和幽深到我们的日常语言，或者说我们的日常理性是不能够接触的。但是我们又明明知道它在那里，对吧？比如说，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你回过头去看你的人生中间绝大部分的决定性的变化呢，可能都来自于你某一个当下非常感性的决定。但是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其实每一个当下非常感性的决定其实都来自于你在过往的生命经验和你的认知方式，以及你对世界的那个理解造成的那个决定性，对吧？就是比如说我的我的一个朋友在哈佛那个教书的，他当然他讲的那个课是哈佛的很有名的课，你 YouTube 上应该能看到他的课 Micropute， 他说中国的思想与伦理那门课，他最开始就讲这个在西方伦理学里非常著名的一个案例，就是电车难题这电车难题大家都很清楚是吧？我就不多解释了。然后呢，他就说他跟学生们说，中国人是不会考虑电车难题的。因为如果你真的面对电车难题的时候，那个当下的毫不犹疑的那个决定，其实就来自于你过往的所有道德修养和实践的积累。所以你做那讨论是没用的，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经常说一个人懂得了所有道理，仍然过不好这一生？因为你做那讨论和当下的那个决定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有非常多的极度愚蠢的决定，在理性意义上看起来就是很愚蠢，但是在当下你就是不能抵抗，对吧？这个事情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当然了，他说呢，蒙夫里先生呢就非常强调他道家的历史价值就是对儒家的制衡啊。他说呢，这个儒家呢一旦固化或者僵化了人们的生活呢，道家就会竭力的使形势恢复到均衡。所以呢，道家已经内化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纠偏和革新的能力啊。讲的很有意思，好像一个在向左边拧，一个向右边拧的感觉似的。其实压根就不是这么回事儿，是吧？在一个人的生命经验中间也都是这样的，对吧？如果比如说一件事情发生以后，你真的无法去改变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最好不要太儒家，你就道家一点就好了，对吧？因为你得学会跟他相处，这个没有办法改变嘛，对不对？这不是中国文化的问题，而是每个人精神生活中间总需要一种什么，一种强烈的动机所带来的持续行动，但面对结果的时候，我们必须每一个人都有接纳或者和解的能力，对吧？所以儒道之间没有这样的区别。李约瑟呢说，中国古典的宇宙论呢，实际上是一种无主宰的和谐。这个逻辑其实很简单，什么叫有主宰的？你想，塞米特宗教就是有主宰的啊，我们是无主宰的，对吧？我们这都信我们说天道或者道这个东西，它没有，它不是一个人格神，它也不是一个所谓的有人格意志的这么一个存在，对吗？这跟古希腊的神、跟塞米特宗教的神都不一样。杜维明先生说呢，中国宇宙论的本然自身的过程呢，有三种基本的机制，一种是连续性，一种是整体性，是动态性。实际上说的这些概念呢，都是尝试在说明道家那套思维方式是怎么来的。蒙弗里先生说的意思是什么？是从精神生活和语言表达上，总有一个边界是需要这个我们明确，但是呢，道家又总是用他自己的思想方法，不断的让我们看到，让我们感受到那个边界之外的存在，而只有把边界之外的存在包纳到我们的思考范围中间来以后，我们才能整全的理解这个世界，或者说以我们的能力，我们才能够最大限度的理解这个世界。也就是说，我必须知道，我得知道有些东西我不知道。其实有一种知道的状态是不知道，就是我知道我对某些东西不知道，其实也是对于你不知道的那个东西的一种特殊的知道的状态。这句话听的已经不像人话了，是吧？但意思是很清楚的，是吧？那么另外呢，就是冯友兰先生讲呢，就是他说在思想的意义上来说有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他举的例子呢，负的方法实际上就是禅宗和道家两家以逻辑的方式展开否定性的描述。这个什么意思呢？其实他讲的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理解负的方法，其实就是一种否定的肯定模式，对吧？如果你不能理解这句话的话，你就看看《道德经》你就知道了。《道德经》说道是什么样子？道是迎之而不见其首，随之而不见其尾。就是你跟他走对头，你看不到他的头；你跟着他跑，你跟着他，你就永远看不到他的尾巴。换而言之，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完全无限的状态，对吧？然后呢，这个冯友兰先生他的人生境界论，所谓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实际上到了天地境界的时候，它就已经是一种自家体贴的那个状态了。那个自家体贴状态就是一种充满着，用西方语言的话，就是充满着一种神秘主义色彩。实际上也未必是这样，是吧？因为这个境界本身呢，实际上就不再是一个规范性语词，对吧？你讲境界的时候，就不是规范性语词。什么叫规范性语词？就是能够精确的定义出来的能够把它描述的、刻画的非常精确的，那就叫规范性语词，对吧？或者规范性的这个概念。那陈坤仪先生呢说，中国哲学如果一定有个主干的话，那么就是道家是中国哲学的主干。这个说法呢是来自于我们对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判断。我们认为中国哲学的这个儒家呢主要是人性论和伦理学。所以要说形而上学呢，那么道家肯定是最重要的形而上学的来源。这样表述对不对？没有什么错，没有什么对不对的问题，而是说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所以对于陈谷一先生来说，如果从中国哲学出发去看
儒释道三家的话，那么道家绝对是正面，儒家是侧面啊。但是你从中国古典精神来看，那儒家100%是正面，那道家100%是侧面，因为我们不可能想象全中国人都是道家，那坏了，对吧？如果全中国人都是道家的话，那么躺平这件事情就不需要讨论了，明白吧？因为我们在精神意义上想躺平，就说明我们躺不平。但如果你真是一个道家的信徒的话，这个躺平这件事情它本身就不存在，对吧？不管你是在卷，你还在躺，你都可以以为你在躺，这就 OK 了。卷不死那就躺着，对吧？这个很要紧的。你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出现在精神意义上的困境，认为我在卷吗？我跟你讲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你总在处在人生行动的强迫状态，你才会认为自己在卷。这我能不能说清楚啊？你看那个钓鱼佬，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叮了咣啷跑那儿钓鱼，钓一整天，然后其实一条都没钓到，但整个人还是很嗨。你说，你在我看来啊，如果你让我去这么钓一天，我想死的心都有。但是他就乐在其中啊，你知道吗？这就是生活的非强迫状态。只要你觉得你在卷，你一定在某个方面进入的生活的强迫态，对吧？当然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大部分都是强迫态，是吧？这是没办法的。那另外一个呢，我想讲的就是，这种负的方法。我我刚才讲的是理论，我现在跟大家讲几个场景，看大家能不能感受到我说的负的方法是什么。比如说，入宝山而空手而回，入宝山空手而回，有所得否？入宝山空手而回，有所得否？你显然是有所得的，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是宝山啊，哥？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然后你入宝山空手而回的时候，你大概率是2种状态，一种是失望，一种是后悔。比如说这个告诉你啊，这个是宝山啊，今天来听陈乐松的讲座啊，这个应该是去听的哈。等回去的时候是听说啥，就这种感觉是吧？这个失望，对吧？然后呢，入宝山而空手而回，就是等你回来以后，人家告诉你那个是个宝山，你都没有弄到什么东西吗？那个叫做后悔，对吧？但是这个宝山空回有所得否？显然是有所得的。这个体验，这个状态是不是有所得的？当然是有所得的了。然后第二个就是静止点墨，可成净土，就是我们说的极致的留白，对吧？就挂一幅这个白纸，上面就是一点墨，你能不能感受到什么？当然也是可以感受到的，是吧？啊，这个静止点墨呢，可成净土。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实际的感受中间，你能看到一个巨大的张力，就是比如说，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看西洋画，你看西洋的油画呢，西洋油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它不留白的，丁了钢全画满的，对吧？我们中国画是一定留白的，而且一定是这个山高水渺的，而且是逐步的淡化，你能感到一种非常强的纵深感。那种非常强的纵深感呢，实际上就来自于白和变，对吧？你只要留了白，然后有变化的话，你就能看到。然后第三个呢，桃源未尽两相形耳。如果没有未尽的话，桃源有意义吗？如果没有桃源的话，那么未尽就是常态。我不知道我说明白这意思吧？就是如果没有这两个东西的比较，那么实际上桃源和未尽都没有意义。就是生活在桃源的人碰不到魏晋的人，他不会意识到哦，原来我活得这么爽，对吧？你们这帮人就活得这么惨，对吧？但是如果魏晋的人不进桃源的话，他会觉得哦，那我们都是这样，你知道我这意思吧？啊，所以在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你能看到所谓的负的方法或者是观的视角，实际上是必须两个视角对起来的时候，你才能意识到不同的视角的价值的。它如果是一个视角，你永远处在一个视角里的话，实际上是没有价值。你永远在桃源里、桃花源里，啊，你不知有汉，无论未尽的话，那么实际上桃花源的里面的怡然自得的生活，仍然不会让你感到幸福的实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总是要比惨的原因，对吧？就是只要有人比我惨，我就觉得我自己还能混得下去。
是不是？所以这个时代对你的最好的朋友最大的善意就是你跟他把你的生活描述的惨一点，因为这是给他生活下去的勇气，懂我意思吧？不要去凡尔赛，对啊。昨天我有一个朋友，大学同学跟我说，他儿子被美国的一所名校录取了，还拿到了奖学金，然后说我这么高兴的事情，我第一时间必须跟你分享。我说凡尔赛收到，你给我滚啊！就是这种感觉的吧？我再回头看看我儿子啊，这个人生的苦难感是这么出来的，知道？而另外一个呢，就是山林山水啊，山林就是我们说自然的山林，山水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这个田园生活，或者是这个渔樵啊，这个他们所看到的那个山水画里的那个山水，山林和山水之间最大的变化实际上是寄情而已，寄情于山林，那么山林就变成山水了。对吧？就自然的东西变成了一个人文的东西，实际上靠的是人的加入，或者是情感的加入，或者是叫情感的天赋。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想尝试跟大家说明呢，山林山水寄情而已。那么这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宝山空回呢，实际上我讲的是一种体验的实感。这个东西啊，其实用这个语文字，用我们日常的理性表述是很难讲清楚的。然后禁止点墨讲的是想象力。就是它完全是依赖你的想象力的，对吗？然后桃源未尽呢是讲的是这个事物的对应性，或者是对称性，或者是相互依存性。然后是山林山水呢，我讲的是情感体验，它如何让一个东西发生改变，对吧？这是从这个陈说到实感，是吧？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呢，放在生活世界里大概是什么样子啊？就是我说的山水渔樵啊，就是渔樵呢，实际上就是打鱼的和打柴的啊。渔樵呢，山水之间实际上是人生的想象境遇，对吧？我们都活在烟火人间的，我们大概比如说我们现在我跟你讲，去草原观星去这个外面野营啊，然后去这个所谓的这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去这个旅游啊，那都是可以的哈。但是呢，你的浪漫想象一旦到了当地有了实感以后，你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对吧？你不相信，你到草原去关个心，你试试，对吧？那蚊子咬死你，对吧？然后那白天热的要死，晚上冻的要死啊，还关心啊？你这个你先关心你自己，对吧？你知道这个想象的人生境遇呢，实际上和另外一种东西是连接在一起的，就是我说的渔樵。渔樵是什么人呢？渔樵是烟火人间和山水境遇的摆渡人。就是只有鱼和桥是经常离开人世去到山里去，对吧？他们是摆渡者，正是有的这个摆渡者呢，告诉了我们仍然有另外一个生存境遇的存在。所以你看的陶渊明的这首诗啊，这我特意把它摘出来的，《归园田居》。你看他这句话的那个意思很有意思，是吧？就是性本爱丘山呐、误入尘网中，一去这个30年。你看的这个话说的，你听完以后觉得，哎呀，这个人真是一个天生的特别恬淡的一个人，是吧？因为他说“寄鸟恋旧林”嘛，思故渊啊，就是我无时无刻的不希望回到这种这个秋山之中远离尘网这一去30年呢，误了我自己的生命。但是你反过来想。如果不他误了这30年的生命的话，他哪知道他是一个寄鸟，他是一个池鱼呢？他哪来的越来越强烈的恋旧林思故渊的心呢？这我能不能讲清楚？这个很大程度上，我讲的这个思反和复的这个认知方式，其实就来自于这里，就能换一个视角去看一下这个大概是一个举例子，我希望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举例子的这个我们如何去考虑这个所谓的烟火俗物之间的身心分殊，或者是境由心起，对吧？呃，我们中国人总是有两个世界同时在支撑着我们的传统世界就是庙堂与江湖，
对吧？就是你不能说你光在庙堂之上的，你也不能你不能永远在江湖里面，对吧？你是一个读书人的话，你是哪怕身处草莽之间，你也必须有家国之忧的，你就是一个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啊，身居庙堂之高啊，那你必须让自己的心处江湖之远。这心处江湖之远是啥意思呢？我跟你说，其实就是在精神意义上把自己的退路想好。就把那个皇帝说你给我滚，然后你第一反应不是说完了失业了这怎么办啊？第一反应就是说老子早想滚，对吧？你有特别想待在这吗？这个时候你这就是在精神意义上，你永远处在一个很自洽的状态里，就是哇，这就终于得偿所望了。这个我明白这意思吧？这个所谓的这个心处江湖之远的意思就是这个啊。就是你用好听的话说，就是永远不忘记自己出发的那个地方；你用难听的话说，就是你永远准备在每一个当下用阿 Q 的方式来让自己和解一下。但是这样的一种精神生活的张力，才使得中国古典精神显得非常的丰富，才能够支撑绵延了2000多年的精神生活，从精英或者从士人一直到平民的精神世界，对吧？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非常简单的谈一谈这个复合反的这个方法。我主要是从4个角度、4个层面讲。物理呢，就是形而上学那么言辞呢就是它的表达方式或者是语言那观法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看问题的视角。存心呢，就是讲我们的心灵状态和我们对于自我的认识。这4个不同的角度呢，实际上都有复合反的问题或者都有复合反的视角这个复合反的视角呢是贯穿了我们不同的这个思维层次的，所以它整体而言，它是一种方法，它是一种思考方法。这种思考方法在中国的古典世界中间，它几乎负责了所有有趣的部分。你知道有趣的部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生活就特别有规范性，每天都这个都非常有节奏，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变化的话，那么其实这个生活其实挺没劲的就是日常生活中间有劲的那个部分或者有趣的部分，其实都来自于一种复合反那这种复合反的这个思路呢，在一定程度上，我把它称之为思考方法。然后这个方法呢，转变过来其实是一种精神态度你比如说许多因先生最喜欢讲的就是我们要向内去求如果有这种负的思维方法的话，那么向内需求的精神态度就变得非常的丰富我就特别简单的说，我们把一个当下的问题放在一个长时段去看，你会觉得很有意思我今天还在跟李大华老师讲，我说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本来想到深大来教书的，深大连面试的机会都没给我，你知道但是这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对吧？对我而言呢，我就觉得今天拿出来讲的时候，我心里是没有任何负担的。但是你知道，当时没有深大都连理都没有理我，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挫败感。我不知道我说明白的意思就是你任何一个当下看起来那个不得了的事情，过20-30年再看，你就觉得这件事情屁也不是。但没关系你当下还有那个不得了的事情就是每个当下都有那个不得了的事情。但是你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哎，这个不得了的事情也不是那么重要，对吧？所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这从一种思维方法可以转变成一种人生态度。也就是说呢，中国古典精神中间继承那个有趣的东西，我认为可能这个道家的所谓的复和反是有一定的价值的我只能说有趣，是吧？那么所以呢，在我的理解里面呢，复和反呢实际上是要有基础，要有一个预设，然后呢再有一个信念，最终才能够去讨论我们的这个思维方法。那么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必须要有笃定和笃实的物理认知，物和理要分开不是 physical 就是笃实的物和笃定的理，就是事物是笃实的，理是笃定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讲万物与病和天地浑然。
就是万物语并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万物是跟我并生的，就是你不要问我万物从哪来的啊，这个事儿对我来说不重要啊。你看中国人讲天地初分的时候，他讲的是分而不是生，就是你想这个混沌初分什么意思？就是原本没有区分的，不产生冲突和张力的，不产生相互作用的浑然的世界，产生了最初的分判，变成了阴阳，然后逐步的变成了三才，然后变成了五行。通过五行和这个阴阳的不断的这个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了万物。换而言之呢，物本身不是你比如说，就有朋友会说，那这个老子还是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嘞。那这个无是啥？无是不是 nothingness， 就什么都没有，是空的？不是这样的。他说的无，在我理解里是一个无分判的状态，就是无极而太极，对吧？就是无分判的那个状态。这个万物与并，天地浑然，是将笃实的物和笃定的理转变成一种可感的状态，就是那种实然的笃定，是成为侧身其中的你我的一个生存的基础，就是我们活在其中。为什么我们不可能纤毫毕现的让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是因为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不在这个世界之外。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之外的话，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全貌，对吧？这个在外这个视角，实际上你想一想，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视角，就是把自己抽身出来，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旁观者和判定者以及是一个发现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中国人是不这么思考问题的，对吧？那么笃定之外的另一个信念是什么呢？就是可不可之间，就是你也不知道它可还是不可。在换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角度来说，它就不一定了你读庄子的《齐物论》，你就能知道什么叫可不可之间，就是在你这里是可的，在别人那里不一定可，对吧？在我们看来，毛墙丽鸡很漂亮，但是呢，在庄子说鸟见之而高飞，这个鱼见之而这个深浅。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看来很漂亮的东西，鸟和鱼看起来就压根就不是很漂亮。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明白这意思，就是说在不同的视角去看同一个东西可能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时段去看同一个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读历史，因为你只要读过足够多的历史的话，任何一个当下发生的事情，你都能完整的找到一个历史事件和历史阶段去把它套进去，然后你觉得这个很正常，发生过啊这是为什么我们能从历史中看到未来的一个根本原因历史之所以会成为历史它是因为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对当下的理解和对未来的判断。历史的真正根基绝不在于事件的发生，而是事件中的恒久不变的人性所带来的选择和判断的一总体趋势的一贯性，对吗？所以我想在这个可不可之间，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一个恰切的人和万物的格序呢会让我们看到物理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可以成为言辞、观法和存心的一个基础。因为如果你要成为万物中间第一个恰切的人去理解万物之格序的话，那么实际上你就意识到我们和物理之间，或者是物和理之间的那样的一个巨大差异。我们既不可能完全的理解所有的物，也不可能透彻掌握根本的理，但是根本的理和所有的物明明在那个地方，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对吧？那么物理的两面是什么样子呢？就是物之理的两面，在我看来，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跟大家讲，就是并在与并行。也就是说，我用孟子尽心上的一句话说，就是万物皆备于我，就是万物皆备于我。然后庄子齐物论里面说，天地与我并存，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天地篇里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是在其中的，我是被包纳在其中的。也就是说，所谓的物之理的意思就是我是映照万物的一个
镜子，那么万物也是我的一个镜子，我能从万物中看到我自己，我也能在我中间看到万物。这样的逻辑理解，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的话，那么你直接去想一想我们的生命的来源和归宿就知道了，对吧？那个庄子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叫造化啊。那么我们简单的讲一个词哈，这个区分啊，就先秦的时候是没有双字词的啊。那么很多的双字词呢是后来才出现的，而且我们现在白话文中间用的很多装置词是来自于英文的翻译或者西文的翻译。比如说变和化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变指的是固定形态的一个物的这个通过某种机制变成另一种形态或者状态，这叫变。化的意思是说以万物为整体去看，它这个整体中间的所有事物都在不断的相互转化，所以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稳定态，而变的过程是一种非稳定态，对吧？那么在万事万物在这个意义上来看的时候，你就能知道，任何一个事物的产生，就意味着其他事物存在形态的消亡或者终结；任何一个事物的消亡，也就意味着其他形态的产生。这个我能不能讲清楚？其实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日常现象。所以并在和并行实际上讲的是我们被包纳在万物之内。那么第二种东西呢，就是我们与万物之间的关系，或者万物和万物之间、物和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相形、空在、依存、变化和可能。就是我们从观察的意义上，我们从理解的意义上，我们如何理解物和物之间的关系，对吧？《道德经》第2章里面非常非常著名的一句话：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啊，不是高下相迎。然后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对吧？这个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吧，就是如果没有前就不会有后的啊，如果没有音就不会有声，如果没有高就没有下，对吧？所以我常常跟我那些长得很帅的同学讲，我说他们都在道德意义上亏欠我，因为如果不是我长得这个样子吧，是大部分人是不知道他们长得帅的。这个我能不能说明白？绝大部分的常人啊，正是用他们自己的面貌来印证了某一群人长得很帅。那么，所有长得帅的人，是不是因为这一个他必须在道德上亏欠所有长得不帅的人？而且这种亏欠，它是有实际的来源的，因为他们因为长得帅，的的确确在社会生活中间受到了很多不应该属于他们的正面的反馈，对吧？因为这是个看脸的世界嘛，所以你要理解这个问题。所以所谓叫有无长短高下，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万物之间是相对的，也是相互依存的啊。对于任何一个事物的判断，必须来自于它的参照系。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清楚，是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变化啊。那么所谓的变化呢，实际上讲的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样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事物实际上都是一种持续的变化状态，而且这个持续的变化状态呢，往往与我们理解的那个方向是不同的啊。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事情呢，我们经常这个祝在这个我不知道华南地区好像是特别喜欢过年的时候就祝人家就跟人说恭喜发财是吧？全世界都发财这件事本身从理性上就不合理，对吧？但是我们都会这么说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所理解的那个事物变化的趋势啊，是很容易被短时期的固定印象造成一种线性的向前理解。这种线性的向前理解，如果你不能理解什么叫我说的这种话的话，你大概就想一想你在股市上怎么亏钱的，你就知道了，对吧？呃，什么叫韭菜？韭菜的意思就是说，你永远能够在别人的话语中间上当受骗，然后呢，准确的让人产生人家希望你产生的预期，对吧？准确的产生人家希望你产生的预期你永远相信那个线性的思考，所以你总是在追涨杀跌，对吧？你永远都在这个状况里面，然后你就被反复的收割，对吧？你在这个意涵上当然你的反复收割在那个当下肯定不是一个强迫态，是一个自愿状态只是你到这个
等你被收割了无数遍以后，突然回头看的时候，哦，你虽然没有在意图上和行动机上出现强迫态，但你的认知一直处在被动态，对吧？你一直被人塑造认知嘛。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可能性。可能性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下所做出的判断，可能在一个换一个视角或者换一个这个时段，它就产生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可能性。老子58章讲的这个话很简单，我们都知道的。所以物理的意涵呢，在我看来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万物之间的浑然一体，我们侧身于其中的这个确定性或者是预定性。第二个东西呢，就是万物之间物和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对吧？那么第二个东西呢，我刚才讲的形而上学的非常简单哈，因为我们时间也有限，我不把它多展开了。那第二个就是延迟的回环啊，就是所谓的以字凌人呐以字凌人啊，这个用一种反讽和讥刺的语言来让你看到你在常态下看不到的一个世界，对吧？比如说庄子的《齐物论》里面讲，我们两个人辩论，对吧？你知道我们两个辩论是谁输谁赢，我们俩站在不同立场上。好，你说找第三个人来，那第三个人可能会跟我们两个的立场有一个人更接近，那他判你赢了，你就真赢了吗？他判我输了，我就真输了吗？谁能说谁对谁错？就是谁能够有最后的客观标准？没有人，因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所有的判断都来自于一个有限的人，所以没有一个有限的人可以做出永远正确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你就看到，哎，日常生活中间被你判定为正确的那个东西到底是啥？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非常容易轻信，并且我们活在一个稳定的关于信念的盲目中间的。对吧？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到那个医院去，你为什么这么相信穿白大褂那票人？就穿白大褂那票人其实也未必靠谱啊，对吧？你是怎么相信的？其实你与其说相信穿白大褂那个人，你不如说你在盲目的相信这个白大褂所代表的医学知识体系，对吧？这个信念才是最核心的。你为什么有病一定要去治呢？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确定你活在关于生理学、病理学和药理学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知识信念里。我为什么说它是知识信念而不是知识？因为绝大多数人不掌握这些知识，而是依赖信念去信任它。这我能不能讲清楚绝大部分的知识实际上都是依赖信念去相信的，而不是我们真的掌握它。如果你真的掌握它，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是吧？当然你要知道，如果你真的掌握它的话，你就知道它多么有限，对吧？那这个总有人说要我对人生的看法不好我或者说我过不好这一生，或者说我觉得我现在人生观有问题，我特别希望来学哲学，来培养一下自己的人生观。那只是因为你真不懂哲学，对吧？因为你懂得如果你真的读哲学读的足够多的话，那你的人生观肯定很混乱。而且你对于所有的最根基的价值和那个让你的生活中间能获得最简单快乐的东西都保持深刻的怀疑，对吧？你可能活得很通透，但你这个人肯定活得很无趣，对吧？我的老师曾经讲了一个更知名的一个哲学家有一个段子，就是说某某老师他说某某老师并不是一个不仅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而且他是一个脱离了趣味的人。你仔细咂摸这个话，对吧？哲学学的足够好的话，你这个人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脱离了趣味。趣味的意思是什么？趣味的意思是你用情感驱动了对某些事情的非理性的喜好。OK，如果你足够理性，并且分析到这个非理性的喜好它背后的无意义性的话，那么实际上你这个非理性的喜好会被扼杀掉的。一个没有兴趣的人，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任何意思的人。所以学哲学呢，要么就是成为一个脱离了趣味的人，
要么呢就因为趣味过于复杂而变得接近某一种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对吧？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以知识本身呢，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会被我们完全掌握的，但是我们依赖着信念去把握它。啊，信念本身呢，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没有错。如果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有效的信念做支撑的话，那么日子是没法过下去的。如果你不能理解这句话，我就这么跟你说：如果你每天晚上躺下去的时候都怀疑明天会不会天亮的话，那你就麻烦大了，对吧？你绝对不会想吧？你觉得那明天天不亮怎么办？我得守住了，不会吧？然后你突然想说，哎，万一这下子地球停止自转了怎么办？这个事情你真心想多了，你知道吗？但凡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你逃都没地方逃了，你就不要去想了。这我能说明白啊？那你唯一有可能去想的就是你还有逃的机会。你比如地球停止自转这种事儿，你就不用考虑了，对吧？反正就是它停止自转，那我们都踏实了，对吧？也不用卷了，对吧？我们就获得这个地球对我们所有人类最公平的对待，对吧？大家都消亡了。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间呢，我们需要信念的，但是从思想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又不能够让自己太沉溺于某种信念。对信念的肯认和对信念的沉溺是两件事儿。对信念的肯认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秩序感并且能够有一个合理的信念基础。但是对信念的沉溺，它就很大程度上会产生某种非常荒谬的结果。比如说，如果你找我算命当然了，我也不会算命哈。就是你找我算命，我把你人生的前几十年讲得很清楚，每一个细节都讲得很准，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然后我就说根据你的命啊，你5年或10年以后你会发财，而且是发大财。这个时候呢，我相信你可以跟打了鸡血一样就继续干活吧。陈老师说了我要发大财，你大概率不会对我的表述有这么强烈的信念，说好，他说我要发财，我今天就回家躺着去。10年以后敲他办公室的门，我钱呢？大概不会吧？是不是？这就是我们不能沉溺于某种信念，对吧？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我想说，这种延迟的回环其实就是要戳破日常性的那层窗户纸，让你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并且让这个复杂性能够通过时间的跨度和视角的转换，能够让你看到世界的复杂，并且进一步的肯认你在认知上的有限性，对吧？所以你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这个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这个非常简单的一段话，对吧？这个老子第38章，那他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个话呢，同样一个词，它表述出来的时候，你会讲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但是对于孔夫子而言，说什么？孔夫子而言说，这个周监于二代，郁乎文哉，吾从周。他就是要克己复礼嘛。那么对于老子来说，礼者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啥意思呢？对你想，这两件事情实际上是都在说同一个东西。这两句话摆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引起你的思考。对吧？老子明明白白讲的就是那些完全僵化的、虚伪的在限制了人的这个人性的成长的那种礼，就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为什么人要不断的强调礼？是因为人们不能够自觉的遵守忠信的这个道德价值了。这我能不能讲清楚？如果我要把你要作为一个人需要坚持的最基本的道德的原则都给你贴在墙上，让你背下来，让你去天天去落实的话，那大概率你肯定不是个好人，对吧？你如果能够做到仁义礼智信都能够你自然而然的浑然的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里，你还需要礼吗？你还需要这种限制？你还需要这种规范吗？所以他说，只有到乱世的时候才出圣人我们为什么他说宁愿做太平犬？因为在一个真正的盛世其实绝大部分人都应该是平庸的。这我能不能讲清楚？只有出现了一种技术的
时代的秩序的断裂的时候，你才能看到那个真正具有创造力、爆发力和统摄力的人。你在日常生活中间那个四平八稳的盛世、生平之士，大部分人都是很平庸的啊。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都这个追星都主要看颜值的，就因为这个是唯一在一眼看去就知道什么叫不平庸的。这个我能不能讲清楚？啊，就是你长得好看这件事情是完全不需要说，哎，我要经过深入的思考，不需要。而且呢，在一堆平庸中间，这个是最容易突出的。所以越看颜值的时代越是盛世，对吧？你要去看这个，你要去看这个动荡的时期，你就看每一个中国古代的动荡时期都是出大英雄啊、大豪杰啊、大圣人的那个时代。而且越乱世越是这样。所以你能看到，就出布这个旨以后，告诉你为什么这个时代没有圣人，为什么不要去做圣人？因为做圣人就是你天天想做圣人，就意味着你想让天下乱了，对吧？这个居心何其毒也，对吧？就这个意思，对吧？所以你应该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啊。这样讲不是都对啊，我只是说他要从不同角度去看。然后呢，你比如说这个对庄子或者老子来说，他会用言辞照进，让你身临其中，这个就是非常典型。你比如说庄子里给你讲故事，这是非常典型的。你在老子里面讲呼吸恍兮恍兮呼吸，这个明显非常典型的这个照进的办法，就是用言辞给你造出一个你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的那个环境，对吗？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也是一种言辞的办法啊。只有用言辞的这个方式去处理的时候，你才能看到哦，原来这个事情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入手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推而言之啊，通过推而言之呢，就是视角就开始流动了，然后言辞就迭出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只言日出，何以天宁，对吧？就是我不停的跟你说，我不停的可以往后退啊。你跟庄子之间进行思想对话的时候，你发现庄子是永远跟你有距离的，你退一步，他还能退一步，你退一步，他还能退一步。这个不断的后退呢，实际上并不是说我要跟你诡辩，而是要告诉你你在什么地方可能受限于你自己的看法了，对吧？夏虫不可语冰啊，就这个意思。可能是因为你的生命经验，可能是因为你的视野，可能是因为你的知识，可能是因为你的偏见，造成了你不能看到一个事物的全貌，对吧？那这个庄子最好的朋友啊，就是这个惠施，对吧？惠施呢，他就非常喜欢跟庄子争论，庄子一句话就把他干死了，你知道吗？庄子说，这个天与子行嘛，就是老天爷把你生成这个样子，你不好好过日子，天天的就去跟人争辩啊，就耗尽自己的生命，这个就是最大的愚蠢。这个我说明白的意思吧？就是你想惠施每天就要跟他争嘛，就是说我们俩谁可以聪明一点嘛，豪良之辩啊，都是这么来的，是吧？然后这个庄子就跟他说，你这明显就是错的呀，对吧？展示自己的聪明，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浪费生命，他就说这个意思，对吧？然后呢，庄子的那个《德充符》里面讲，什么叫这个什么叫自招其灾啊？那就是以德凌人。知道什么叫以德凌人吗？如果你不能理解的话，我给你举个例子。读中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座的有没有这种人哈，我特别烦这种人，就是你考了75分，结果王八蛋考了98，然后他跑过来跟你说，你考多少分？我说我考75，我太惨了，我这次我还有一道题没有做对，我只考了98。你当时的心想的就是我弄不死你，要不然我弄死你，对吧？啊，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以德凌人，对吧？就是特意跑过来给你炫耀一下。这只要你看我道德多高尚，我修养多好啊！你看你不行吗？就这种人是很招恨的，对不对？在言辞的意义上来说，这就是我说退而言之啊，就是相当于你必须给你提供一个另一个视角来看啊。现在为什么我们很大程度上不能理解这种言辞的回环呢？是因为我们不太会接受那种否定的辩证法，就是没有人会跟你说长远来看怎么样，没有人会跟你说这个话的。对吧？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问未来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短视的词。比如说，最近经常有人问我，就是这个以后人文学科的未来在哪里？
这个问题其实你不如把它换一个视角问一下，或者换一个视角翻译出来。我告诉你，他问的是啥？他问的是现在正在读人文学科的大学生、研究生或博士生，他们毕业的时候，他们的就业前景在哪里？对吧？你跟我说人文学科的未来在哪里？这句话，这个未来这个词实际上是被包装过的当下，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对吧？那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长程思考和换视角思考的能力了啊！我们现在有一个著名的东西叫信息茧房，对吧？你知道我现在刷小红书，每天刷出来都是北大，你感觉好像就是小红书是北大弄的呀，就感觉小红书是一个北大内部的一个社交平台，你知道吗？因为你每次停留在北大的那个消息里边，那他就可不反复给你推嘛。我能不能说清楚的意思？那所以你会发现，哎，而且那个微博，我一搜什么，他猜你想搜，对吧？第一条就是北大哲学系，就他就觉得哦，你一定是想收北大哲学系啊。其实你想，我会想收北大哲学系吗？还有谁敢说比我更了解北大哲学系啊？除了我的老师们，对吧？所以你知道，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让你越来越短视的一种方式啊。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个基本的思考方式是什么？是越来越短视啊，越来越受限，而且越来越浅表。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状态。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去看看庄子啊，你能够提示一下你自己，其实就是哪怕就是斗嘴，也能够呈现出一种视角上的和精神上的一种超越。那么另外一种言辞的回环呢，在我理解里就是所谓的留白，就是话讲了一半就算了，或者是把什么东西表达到一半就算了。未尽之意，并不是代表说我不想尽，而是确有不可言之物，对吧？总要有那个自家体贴的那个东西。而且呢，为什么要留白？为什么要有意犹未尽处？其实是吸引即说服，就是我吸引你去观察了，吸引你去看了，其实就是说服了，我已经完成了说服。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可言可不言的那个边界上的那个尽头，让意会的东西绵延，才会理解为默会，才会出现所谓默契于心，对吧？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一般的中国古典文人，特别讲文人画的时候，他文人画画出来，其实不是给普通人看的，是他们一小圈子人的那个娱乐方式。画了一幅画，朋友们就不停在后面写诗嘛，对吧？就是其实是评论，这个评论是很要紧的，因为是会体现你的水准。露怯就一般就在这个时候露的，对吧？你没有那个高远的意境，然后你写出来的不行，那就会被人家骂，会被人家看不起啊。也就是说呢，我没有讲出来的东西，需要你用你的言语再讲出来。这个时候我就考验的是你能不能在意犹未尽处体现默契于心的这种理解力。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根本的考验，对吧？从言辞意义上来说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观法的脱困，就是所谓的我们在对于事物的看法，能够脱出我们日常的这种受困，对吧？你比如说在庄子的这个《齐物论》里面，他讲肝胆楚越治其义者而观之，肝胆楚越也就是肝和胆连在一起的，也像楚和越一样，对吧？那么但是知其同者而观之呢，天地一指，万物一马。这都是一样的，是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道之为物这样的一种表述方式呢，很大程度上就是告诉你其物辈分、优渺和厉害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是可以互相转换的，是可以互相变化的。所以呢，我说困于己见与事于己知，从超越或者是脱困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实际上是要去理解困于己见的那种精神状态。但是呢，如果从日常生活的意义上来说，困于己见，对于困于己见的这种反思，也是需要有边界的，对吧？你还是要适宜己知的，对吧？你在自己可适应的环境里面了解到自己的世界，其实就够了。
你不用去太关心别人的世界。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些，我这个年纪的哈，我们聚在一起，这个比完残以后，基本上就开始讨论俄乌战争啊，那个美伊战争啊，是吧？霍尔木兹海峡什么时候能打开啊，是吧？然后油价再这么涨下去，我们这经济会不会崩溃啊？啊，你知道的是几个这个无所事事的中年人在喝酒，不知道以为政治局开会呢，是吧？你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师夷己智啊，就是我们也知道没用啊，但是呢，这个事儿呢是我们唯一能谈论的事儿，对吧？因为你要真回过头谈论说，哎，你们公司那个最近会不会提升你啊？啊，你这个问我你还有没有再上升的空间啊？这种话就太伤人了，对吧？你讨论特朗普，你讨论普京，这个话不伤人，但是你要讨论你们家儿子能不能考上北大，你们家孩子还有没有机会再把成绩提升一点，这就伤人了，对吧？事以己知啊，有些东西是就是莫会于心就行了，但是呢又不能困于己见啊。你比如说两个人正在吃饭啊，一个人说他支持俄罗斯，一个人支持乌克兰，两个人打起来了，这个状态就困于己见，知道吧？跟你有毛关系啊？而且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道理是不是都有的？我把这个话说的直白一点，困于己见的人是会受困于自己因为偏见而产生的不可抑制的情绪中间去的。就是困于己见，不是困于见，而是困于情。这我能说明白吧？而且困于己见的那个最典型的症状，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获得别人的认同的时候导致的，或者说没有办法获得别人的同意，把这个没有办法获得别人同意的状况转化成不能获得别人的认同和肯定，最终造成的一种负面的情绪。这种负面的情绪其实是毫无理由的。你可以说你就这么想的，但是人家不这么想，你也不用生他的气，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呢，你看那个《庄子·德充符》里面一句话，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它叫“失于生者，其天机浅”。这啥意思？就是特别想奋斗的，一般活不好，你懂吗？大概这意思吧？啊，但是呢，一个人如果没有任何的嗜好或者是欲望的话，这个人其实挺没劲的，倒是真的，对吧？那反正我是觉得这个无癖者是不能交的。如果你要跟他交朋友的话，他至少是应该有癖好的啊。如果他一点癖好都没有，这种人很可怕的啊。所以我尝试说明呢，就是说刚才讲的是言辞的问题，现在讲的是一个看法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讲的就是一个存心的问题，就是通过言辞和看法，最终我应该如何去向内求，找到自己的那个状态啊？我用了庄子的几个东西啊，就心斋作望、阴宁和达命。那么我不一一解释了，我就想就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阴宁，对吧？其为物，无将也，无盈也，无回也，无成也，其名为阴宁。阴宁者，阴而后成也。阴其实就是推，宁就是不动啊。这两个东西连在一起的话，就是好奇怪的啊，不是推不动啊，就是这个状态，就是属于他永远处在一个完全自适应的状态里面，就这么想就对了啊。如果用一个机械性的表述方式的话，就他完全处于一个自适应的状态里面。怎么能够做到与世界相处的时候完全处在自适应的状态？你想一想，如果这个世界是一个与你对应的整体的话，那么你永远处在心灵的力量上能料敌先机的那个状态里，你就处在自适应状态里了。这个我能不能讲清楚？就是你永远知道这个世界会给你带来什么或者产生什么，那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阴明的状态，料敌先机啊，通透的理解，是吧？那么还有一种状态呢，就是完全的自如状态，就是哪怕你是受到外力影响而做出了反应，也从来没有在心灵上产生任何的被迫的体验，强迫态没有出现，对不对？这个其实是很难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说用心于无，谦思于默，就是如何让自己的内心处在一种通透的并且呢能够在思考的意义上来说，能够进入到一种
我常常讲的一句话叫过脑不过心的那个状态啊。你一旦牵动了心的话，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对吧？你看这个《管子内业篇》里面，我特别喜欢这一句，他说：失之又从失之，失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精其之极也。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不断的思考，最终达到一种鬼神相通的状态。这种鬼神相通的状态大概是什么意思？还是那个阴灵的状态，在我看来，还是料敌先机的那个状态，对吧？我们说这个鬼神莫测啊，但是鬼神相通的话，就是莫测测之了，就是我能够去控，但是这个东西不是控制大家千万不要理解为说我知道了以后就控制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你知道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在现代的这个科学和认知中间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于知识的价值的一个重要评判的标准是掌控和转化，是吧？你拥有了某个知识以后，你一定要掌控它，然后要转化它。所以我们现在有叫科研成果转化，是吧？有这么一个专有名词啊。这个专有名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科学研究必须转化成技术，技术必须转化成器物。这个过程是必须的也就是说你必须掌控它但是呢，在中国的体系里中间，或者在这个我们说的这种师傅与官反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生活里，它不是为了掌控，而是为了适应，知道吗？为了找到那种自如的状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经常刷那个微信的那个视频里面有那种就是孩子就是好像犯了点错，然后他妈妈就骂他，然后他把他妈妈骂的每一句都能提前说出来，你懂我意思吧？然后说那个他太太打她老公，她老公每一个动作都料到挡得非常完美，那个状态不是说我就把你手脚绑起来，把你嘴巴封上，那你不让你说，不是你继续说，但是我完全在我掌控范围内，是吧？这种感觉是吧？我不知道你是不会同意啊？如果你一个人你挨一个人的骂挨了好多好多次以后，那个皮的状态其实就有点像听人唱歌了，对吧？你就完全听不到他说什么，你就是无所谓，而且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感觉上如此的连贯和如此的顺畅，你觉得很好。如果突然他骂完了以后，突然有两句没加上，你觉得不对这没完对吧？继续怎么回事这种感觉呢，是中国人所追求的，就是适应、自如，一种自如的状态，而不是掌控的状态。就是我跟他相适应的时候那种自如的状态，这就是纯心的深邃所需要的那个状态那么这些东西都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呢，我想非常直接的讲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考方式，它的核心在哪里？是对自身的有限性的认识为基础，要理解生命的开放性。无论是通过言语，还是视角，还是这个对于物理的或者是物和理的理解的话，其实都是用溢出日常的想象力来进一步确证自己的有限性。这我能不能讲清楚就是你对一个事情的认识常态是这样的，我给你戳破了，你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样子是这个样子的，这种溢出的想象力和溢出的表达性，实际上是再一次确认自己的有限。而且这种溢出就意味着什么？这一次捅破窗户纸，就意味着是可以持续的往后退的，没有不能往后退的东西。这个，如果你要从人的思维能力上来讲的话，我认为这是人的思维能力的一种基础特征，就是它有一种自我溢出性。你比如说，我说宇宙可观测宇宙是有多大，然后你马上就会想到宇宙之外是啥。你说我说这个事情是无限的，然后你就马上问无限有多远，然后无限之外是啥你说时间是有个起点的，那起点之前是啥？这就是典型的溢出性。我们是如何通过思考实现这种溢出性的？其实我们主要是通过日常语词来实现这个溢出性的。绝大部分的日常语词实际上都有一种溢出性的表达在前面，就是最开始之前的之前。这个逻辑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语词的通过语词的叠加完成思维的溢出。
基础的基础，对吧？爹妈的爹妈，大概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我们实际上是通过溢出的想象力完成自我的体认。与此同时呢，我们要去认识到日常性和我们的言语是我们自己造制的一个监牢，就是把我们自己限制起来了，对吧？其实有些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是否同意啊，就是你学一种方言的时候，为什么最开始是学这个出口的？因为出口是最具有，因为出口是最具有，因为出口是最具有想象力的日常语言。你仔细想啊，我最开始在香港读博士的时候，很有趣，和我从小操的方言的那种骂人方式完全不同，对吧？就是这个实际上是语言本身，它是一种表达的限制，但是这种表达的限制，你一旦突破它的时候呢，可能很大程度上你就在思维方式上突破了，对吧？那么这种日常性的语言呢，可以通过言辞的那些技巧，不断的突破它的，对吧？比如说我刚才讲，我们讨论未来我说未来其实是一个经过包装过的现在，你是不是觉得哎说的有道理哦？其实这不就是语言上的一种技巧在起作用，对吧？而且哲学的思考方式往往都是这样的。你问做哲学工作者一个问题，他第一反应绝不是说我要怎么回答你，而是我第一反应问你提的这个问题对不对？就是说我怎么样才能过好这一生？我第一反应就是说你怎么定义一生？然后什么叫好？就是你的好的标准是啥？你明白吗？就是我不会说你应该怎么过，我不是的，我就会先问你，你那好是啥？什么叫一生？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这个你和这个一生一直是一样的，对吧？你让我今天看到15岁的我自己我觉得他跟我完全是两个人我们在认知上完全不同我们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对吧？那我怎么说叫过好这一生呢？对吧？如何让自己获得快乐？那么第一反应就是说，啥叫获得？什么是快乐？你给我解释这个问题，对吧？我们再来讨论，我就把你闹晕了。啥叫获得？什么是快乐？你给我解释这个问题，对吧？我们再来讨论，我就把你闹晕了，那你就忘记自己问什么了，对吧？大概就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要刻意去把你闹晕，而是说这个在一定程度上，言语本身它的表述的规范是在限制我们思考的。我们觉得有些东西是就是言语在表达起来，它就限于我们的思考了。而且与此同时呢，我们需要去通过不断的反思，理解先于事实的选择和判断。就在事实之前，在认识事实之前，我们已经完成了选择和判断。这些选择判断怎么来的？你比如说濠梁之变就非常著名的一个东西，是吧？这个庄子说，哎，这个鱼很快乐。然后那个惠施就说，你又不是鱼，你咋知道很快乐呢？你怎么知道它很快乐呢？然后那个庄子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很快乐呢？然后那个惠施就说，这就没劲了，兄弟，你这来回倒腾我们一直可以往后倒腾啊，对吧？然后庄子就说，你回到这个事情的头。我说这个鱼很快乐，你问的是你怎么知道？那你问的是怎么？那就是首先肯定我知道了，你明白这意思吧？就是说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很快乐，但是呢，你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就是 how do you know？那就不是问你是不是 know，而是 how do you know？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说你的判断其实已经完成了，要不然你就这个对话都不会产生，是吧？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我说的这种无解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解药，因为生命的开放性和我们自己认知的有限性，基于生命中间最核心的那些东西，永远都是无解的。所以有些时候你就安然于这种无解了。这个我能讲明白。只要你真的信哈，只要你真的信是无解的，那就好办了。比如说，你说你一定要想让自己的这个孩子有出息，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无解的，就是他有出息了，也不是因为你希望他有出息，他没有出息了，也不是但他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希望他有出息而造成他没有出息的，这当然是有可能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个非常有趣的区分，就是相关性和因果性。我说明白对吧？就是说，
你希望他有出息，而他没有出息，这件事情是有相关性的。同样的，你希望他有出息和他有出息这件事情，在我看来没有相关性。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总是把它当因果性去处理。这我能不能说明白？就是我们把因果和相关这个弄混了。在日常生活中间呢，绝大部分的事物都是我们不能掌控的，所以绝大部分的事物对我们来说都是无解的。我们只能说，如果你认为这个事情是有解的，只能说这个事情按照你预期的方式展开了，它可能是因为凑巧，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恰恰符合这个事情的偶然的符合这个事情的本然状态。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说要去理解的生命的开放性，对吧？那么我刚才简单的就是跟大家讲这些方法呢，实际上是要从不同的视角去跟大家说明什么叫负和反啊。那这种负的这个思维方法呢，在我看来呢，实际上是由4个东西构成的。第一个呢，就是说它必须有一种贯通性的东西作为奠基，而且我们是身处其中的。与此同时呢，我们要清晰的意识到，我们整个思维和精神生活的目标是要找到有限性，或者是肯认这种有限性，止于至善，在人我之间的不可公度性，道和物之间的不能完整的概括啊，然后自我也是不能完全确定的。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有限性的边界。那这些有限性的边界造成了道术为天下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限，所以我们每个人看到世界不一样，所以我们才会互相争来争去，这个明白吧？啊，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同归殊途。其实我们都是希望在奠基和贯通的意义上完成对天和道的认知，但是呢，由于我们的有限性，所以我们即使有同一个目标，但是我们采取的路径和最后得到的结论也完全不同，对吧？那这个负的方向或者是负的思维方式呢，你在不同的地方都能看到，对吧？对吧？你看这个《论语八佾》篇里面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父子为木铎。"那意思就是说，父子是有使命的，是有使命感的。但是对于父子而言，这个使命感是什么？这个使命感就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啊！这不是悲剧性。我跟你说，什么叫悲剧？悲剧就是这个孔夫子不知其不可为，而努力的为。只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就不是悲剧。这我能说明白吧？啊，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是做不成的，但我仍然去做，是吧？这个，所以呢，我们在任何时候，你曾经暗恋过一个女生，在你的生命中间永远不会是悲剧，对吧？你什么叫暗恋？暗恋就是说你肯定捞不到，对吧？那这个事情就最后那个成功这件事情，在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这件事情就不是它的标准了。只要你不把它列为标准和目标，你就不存在失败这一说。这我能不能说明白？只要你不出发，你永远都不会失败。那另外一方面呢，你像上述大于莫说，人心为微，道心为微，这是很著名的这个儒家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表述。那这个里面核心的问题就是微微和为微啊，就是精微之处呢，是我们不能够了解的，对吧？那么这些负的思维方式呢，在庄子里面，在左传、在尚书、论语里面，其实都讲到了。换而言之呢，如果把负的思维理解为人的认知的有限性和对于事物的、对于万事万物和天道的肯认啊，这2个东西的结合的话，那么这种负的思维方法是贯穿在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里的，并不是道家特有的啊，这是一个逻辑，是吧？那么在儒道之间呢，实际上就是在我理解里就是勇和义的区别。对吧？虽然儒家是有这个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勇的，但是呢，他仍然有所畏，而这个畏恰恰是他勇的表现。一个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儒家，他之所以会产生出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始终希望自己保持对于自身的道德反思的那种敏感和这个警醒的状态，不是他懦弱，这恰恰是勇敢啊！你以为我们绝大部分的快乐都来自于不反思，你懂吗？
你处在持续的反思状态是一种非常艰苦的精神状态，你不断的要日三省吾五身啊，那个状态是很差的，因为我们绝大多数情况都做不到的，对吧？因为儒家为什么会有这种有，是因为他首先承认天道有恒。虽然是会有起伏，但是天道的这种绵延和它的恒长是不会被破坏的。所以儒家呢，就是这个天道绵延的一个捍卫者啊。那么对于道家来说呢，就是陶然以义，对吧？就无所谓啊，你爱咋咋地，对吧？说人文学科是不是要完蛋了？爱完蛋去，反正我退休之前不要失业就行，你管他呢，对吧？你管他身后洪水滔天，对吧？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对吧？因为问这个问题的人实际上就是一个错误的问法，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就没有过人文学科占主流的时候，它永远都处在危机里，对吧？你想想看，如果在过往2500年，人类要拼尽全力进行生产和劳作，才能完成自己生命的延续的情况下，大部分的人都开始搞自我反思了，这事儿还能搞下去吗？这个逻辑够不够清楚？所以它永远处在边缘。所以说，它未来是咋样？未来不咋样，是吧？它之前也没咋样，对吧？你用得着这么担心吗？我这样讲的时候就很道家了，你知道吗？陶然以义，对吧？你爱咋咋地啊？就跟这个无为，这个庞古先生讲的无为，就是他说无为不是行为的基本形式，而是行为者的心理状态，行动那一刻的精神状态。这个翻译过来是什么？就是 carefree insiders。就是在局中，但是他完全不在意，明白？就是打牌这件事情一定要什么？就要4个人都很想赢才好玩，你知道吗？如果这4个人一个都不想赢，这事儿就特没劲，输就输了呗，没事儿啊，就这么着，那就特没劲了。所以你一定要打牌，就是要打到面红耳赤才有意思，对吧？但是你要说真的打起来也不是特别合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我说的这种勇和义，其实都有这种负的思维方式在起作用，对吧？所以呢，我想这个以父思之，以反观之呢，讲的其实就是思维的方法性、多元化的视角和有限性之为理解的出发点，以确保生命的开放性。跃出当下的历史性理解何以可能？就是用反者，对吧？那么这个思与观呢，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其实就是有所见的层级不一。我如果我开始反思了，我开始去观察了，那很大程度上就是我要去获得一个跟自己此前的看法不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有所见的层级不一，是吧？我大概要讲的东西就是这些谢谢。好，不用，我们是牛马。谢谢你跟我说，你这首歌背起来很理论，老师能够提到说哲学学的没有什么新的无趣，但是在我个人的时候，我觉得老师知识哲学学者，现在大家有没有所以这个讲课的状态和生活状态是两件事。我跟是画画中非常好的东西，所以老师的这个自我有的这我会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个是一个老师交流的一个互动环节。在这之前呢，有小小的请求，请大家扫一下这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由我们深知识左边这个大的这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由我们深知识左边这个大的